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不管是民族团结促进法案，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实这样讲我都有个制裁。可是要对台湾来讲，制裁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你说你要去了解中国的制裁，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先说一下啊，其实最大问题还不是怎么制裁，最大问题是什么事情可以被制裁，对不对？好，什么事情可以被制裁呢？我们都看新闻嘛，我们都做新闻。你知道广西南宁最近水灾嘛？对，对不对？南宁底下一个衡州市，衡州市底下它有一些什么县啊什么等等，因为市管县嘛，它管一些县。然后底下一些水库，一个比较有名叫六兰水库，六兰水库，六兰水库呢，大概前几年才花了几亿元人民币就加强了，加强之后呢，然后智能化管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用 AI 用什么去监控它，然后水位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我们对堰塞湖也很在意啊，对不对？这次台风要来，这个8位台风要来，我们对堰塞湖的监测，然后派空拍机什么监测啊，现在离坝顶啊几公尺啊，离坝顶8公尺6公尺，我们1公尺都要看，非常紧张，担心溃堤什么，因为上出过大问题。他们理论上也这样做，但这是溃堤了。溃堤没有关系，这有时候没有办法，对，有时候没有办法。问题是有时候他因为怕溃堤、怕决坝，他放水。然后不通知，对不起，对，放水就放水，我们是通知的，对，我们说石门水库要放水了，什么放水了，你车主要赶快移开车子，什么底下老百姓要迁移，我们赶快就动了，他们不告诉你，上次雄安新区淹了也没通知啊，对不对？这次这个溃堤了或者什么，他也没通知啊，然后好了，你说溃堤了，你家就住旁边，然后哇，你好不容易逃到附近山上，然后你还带着手机就拍。然后要告诉了外面人说这种惨状跟政府讲说来救我，不行，你什么意思啊？你发了一段文字，又发了图片，发了视频，加了评论什么？评论我官方救灾表现，你什么意思啊？你不热爱共产党啊？你跟共产党过不去啊？上次不是我讲了一个台湾一个投共的艺人吗？一个女艺人吗？而且他湖南人吧，好像是，他反正回老家看了，然后但是没有住老家，他要住附近。后来看到消息说啊，老家淹水，发了一条啊，我老家淹水，请政府救什么？人家说什么？别给政府添乱。人家底下回他一句话：别给政府添乱。对，你要搞清楚，你现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不是在台湾国，你得搞清楚。对，我连爱一声，叫一声。我连去反映我现在的状况我都不行。官方自然会发通稿，官方告诉你说这次只淹死29个人，就是29个人，只有39户受灾，然后灾损840万元，就照这个数字，一个不要错。也难怪说你只要超过这个，你就是犯法。也难怪有一次在香港，我印象很深刻，在香港新界有个大火，那个大楼大概43年的大火。那个大楼发大火的时候，洪富院，然后就问旁边一个人，他已经受灾户，可他不敢讲。他问他的时候，他不敢说话。他说，哎呦，我这话会不会违反国安法？你记得这段？对，是。等一下我们讲讲这个故事。我们先把这个说完。所以，你以为你受灾户，你就有权发消息？对不起，官方发消息，受灾户你也不能发消息。所以不行的，你只要发了，你就可能犯法。所以像台湾每次发了什么水灾、这天灾的时候，我们就会拍了以后就呼叫，或者是说我今天去抱怨我这边受伤惨重，不行，在中国是违法的。是，所以网络新闻发了也不行，你在那边讲了、评论了，然后呼吁了，你什么意思啊？跟共产党过不去啊？给我们党抹黑啊？这都是破坏民族团结，然后制造分裂的事情啊。你在有意让台湾人民、广大台湾人民跟广大中国人民造成对立啊！你不是在干这事儿吗？这不行，这都不行。所以转传、评论什么都可能犯法。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在这边就没事儿，有事儿的。我们再说吧，前几年不是郑州有一次水灾吗？对，那整个地下道都淹水。整个地下道那很有名的叫做京广北路、京广南路嘛，它那个是一个。郑州的交通干道，刚好2021年7月20号，就差不多就这个7月份这个时间，然后突然之间这个下大雨，然后
也是水坝放水，水坝放水，然后没有通知，就没想到淹到郑州市里面来，然后最后就过来了，一眨眼呢就淹到了这个隧道。隧道如果很短就算了，这个隧道呢4.3到4.8公里，这么长隧道，这么长隧道，因为他们常常喜欢做大工程，然后刚好是下班时间5点多，5点大概5点半前后，就水就进去了，来不及通知，然后最后哇，大家就逃出来，我们就画面上就看到人跑出来，然后说。你们跑出来说，我离隧道口近，我跑出来，里面都不知道怎么样。你说4.3公里里面全部塞满车，然后在整个隧道全部都淹水。对，然后过了大概1天多呢，才把那水抽了，才清干净。一共清出247辆车子，但是说呢，只死了30几个人吧，我忘了准确数字，反正很小就是了。247辆车子只有30几个人，但是我们也没看见哪些逃出来的人受访。你刚逃出来，你刚情况怎么样？你看到什么多少人什么的？然后，我刚看到一个这个孕妇啊，看到一个妈妈带个小孩，不知道出来没有什么？有出来在哪里啊？你会一点巨细靡遗去追这新闻，你们没有吧？你们没有。各位有看到后来的新闻吗？没有，没有了。除了老百姓自己手机拍的之外，你有看到官方发的什么东西吗？没有，没有。但官方有发，官方说我很认真抽水了，我把人救出来，然后基本上都安全了，其他我都送医院去救治了。所以呢，把别人家的丧事当作我党的喜事来办。我把最后再说一次，把你们老百姓家的丧事当作共产党的喜事来办，因为我救灾有功，你倒霉那是你的事情，重点是我救灾了，我了不起了。然后刚刚讲说南宁水灾。南宁是广西嘛，对不对？广西的党委书记有去看吗？没有吗？没有。广西党委书记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照了我们说，宜兰淹水了，宜兰县长不去吗？他敢不去吗？敢不去，明天就被打到破头，对不对？从宜兰县长以下他是大到一定程度，他都会去看吗？总统会开那什么，然后的县市长或行政长都要开什么这个紧急应变的这个什么等等的至少你要有防灾中心呢，你要穿上红夹克，然后真的讲官每个小时来听啊什么等等，重大事情你要发新闻发消息，他们有吗？没有。然后完了之后怎么发救助金啊？发什么？有没有发？没有发。不好意思，有一次有发，有几户呢发到了50元，50元人民币。大家回去查，这前几年的事情，好像是贵州还是哪边水灾，有人得到钱。对。然后李克强那时候呢，还去看过，还看他穿的那个胶鞋，然后一脚高一脚低去踩过。胡锦涛那都看过，然后温家宝看过，对吧？大家都有印象。习近平有去过一次，贵州吧有去过一次。他站在干地上，大家就看到他那皮鞋呢雪亮，表示没有去到任何脏的地方。李克强还穿过脏靴子，大家还看过。那这次呢，你说地方官你也没看到，然后县委书记对不起，省委书记你没看到，省长你没看到，什么你都没看到。所以我常讲，我说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你不要以为共产党统治比较好，有了航空母舰什么，老百姓生活不会比较快乐。所以这个是郑州水灾，那故事还没完，那年是2021年，到第二年2022年清明节，大家去买花去祭灶，发现郑州附近的黄菊花、白菊花全部卖断，只死31个人，只死30-40个人，黄菊花全部卖断，247辆车。只有30几个人受灾，你告诉我这数字怎么兜起来？他就这样跟你讲，而且你只能接受这个数字。你只能数字，你如果说不有这个，我知道至少超过100人。这第二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个例，像白纸革命，我们印象深刻嘛。那时候不是那个武汉肺炎来了吗？搞到我们人去搞口罩什么的，他们很早就知道了，共产党很早就知道了。事情是2019年大概9月到10月，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之前有过一次防灾演练，就是演练这种不可测的、突发的急性传染病，
他去做这个演练呢？哦，对对，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做演练，我们新闻看过就过去了。就后来什么全军运动会，各国什么有些军人参加，然后就说是美国军人带进来的啊，把它乱讲一通。美国人说不是，我们全面去好好的，后来在什么时候几天之后才发兵的啊，然后这也赖不过去了。那最后呢，在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在全球各地动用他们在外地的这些华人同乡会，买各种各样的防疫物资，买口罩、买酒精、买什么针剂啊什么等等，反正外国全部买光了，所以各国当时买不到口罩，因为很多外国人本来就不太戴口罩的，就已经被华人全部收刮干净，全部一箱箱运回去。台湾那时候也搞得很紧张嘛，对吧？哈，然后就开始清零风控，清零风控到什么地步呢？难以想象。有个爸爸非常生气，他那时候互联网上还能PO一些东西来。他说我带这个几个月的小朋友出去身体检查，他光是出一趟，他捅鼻子捅了10几次，进出小区各个街道都要捅鼻子，捅鼻子，一个小 baby 捅鼻子捅10几次，那我就是带他去看个病而已，那我就不用说了，我就不讲了。那我们也看到影片，有一男女的在大街上走，就这样抓进车里面去抓走的。然后还有就是你们这边有病了，对不对？我用木条帮你打交叉钉死在里头，你不要给我出来，我给你送饭。我们民主国家能这样做吗？你觉得我们基隆或者说大安区哪个小区，然后哪一个住宅大楼能够被这样交叉上钉死的，钉里面我帮你送饭吗？我看到这个资料就是上海本来是国际的都市，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跨国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在上海，他们都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他们真的吓坏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国家可以这样来处理，可以这样的管制，所以其实，在清零之后，我觉得那个是对中国很多的外资或者外资的高管要脱离或跑离开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他这才深切认识到说什么叫做集权政治，什么叫做共产统治，什么叫一党专政，对，很清楚。所以我们把那乌鲁木齐的故事讲完了。那好了，那这武汉肺炎闹得很严重了，清零封控了，一封就封了1-2年，就封了半天就封死。我不是讲说这样交叉木条那钉吗？乌鲁木齐有一栋公寓呢，就这样被钉死了，被钉死了。钉死之后呢，封住了。哦，那然后失火，这个大楼因为清零，所以封锁后有失火，救不出来。官方说，而且还是高楼层啊，官方说只死10个人，伤9个，谁相信呢？就跟刚刚讲说那郑州地下道一样，地下隧道一样，没人相信呢。那最后乌鲁木齐有老百姓呢，就上街去示威。那天是24号吧？对。25号呢，全国示威，全国的大专院校示威。第一个闹得最凶的是南京传播学院。有个女生拿了白纸这样举起来，这个东西在网上一发，全国大专院校就举 A4 白纸，就叫白纸革命。共产党看到说这叫颜色革命，他说我举白纸，白色也是有颜色的。白色不是没有颜色。那时候苏联的时候不是有政治笑话吗？说有人去抗议嘛，他也是举张白纸，就说你没有写字，我知道你想写什么。你虽然没有写字，我知道你想写什么，一样判刑。今天就是这样。所以当时这个不但是乌鲁木齐的学生上街抗议啊，不但什么，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武汉1线城市全部起来了。全国当时多少学校起来抗议呢？超过100所学校。我们后来知道大概是15、16省，大概超过105所学校起来抗议。然后最后呢，过2个礼拜解封。所以突然之间封，突然之间解，反正就是我共产党说什么就什么。你们跟着办。你刚刚不是讲到红福院的大火吗？去年呢，11月26号啊，下午2点多，然后报的案，然后哇，烧火啊，然后这个当然香港那时候还算是比较开放一点点，所以大家就开始拍，然后去救啊什么的。红福院呢是8栋建筑
这样子围一圈，7栋大火，因为他正在装修外墙，然后就烧进去，7栋大火只有1栋跑掉，每一栋多高呢？31层，31层，然后7栋，所以一共多少间呢？你随便数数吧，210多间房子，啊，210多层，所以每一层多少间呢？我不知道了。那每一层居然4间的话，那1000多间，所以大家都说呢，几千人在里面。那时候是上班时间，所以青壮的大家都在外面工作，在家里都有老人、小孩跟外佣。那最后官方说烧死多少人呢？168人，79人受伤，老百姓都不相信，所以就发生了刚刚那一幕。外国还有媒体人的采访，那个老先生讲说在那边哭嘛，在那看着家里人说还没有出来，他说：“哎呦，我的话会不会违反国安法？”恐惧到这种程度，这叫自我审查。我自己家都被烧了，我还不能讲。这叫自我审查。所以你说不关你事 ，CNN 报了 ，NBC、ABC 报了，半岛电台都报了，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跟我中国共产党过不去啊？你破坏我民族团结啊，破坏我广大中国人民跟广大香港人民的感情啊！你不是在做这件事情吗？是，这都不行，这都不行。所以苗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中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我不想认真的做的，我会把这个条文写得非常漂亮、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绵密。可是我想干的事情呢，我就等于说我用一个非常含糊的字眼。你刚刚提到就是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案，我觉得很模糊。其实一样的，我在互联网的这个管理这个办法里面，它的第29条其实也是一样。我的文字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含糊。那看到这么广泛那个含糊的文字，那我会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触及这个底线嘞？都触及了。就包括你报道他一些不太好的消息，都触及了。那香港反送中是2019年爆发的嘛？对。去年吧，有人不是有一个学生，就是那时候反送中的一个学生摔死了吗？最早从天桥上摔死下来那个学生嘛。后来去年，就有人去悼念他，在那地方呢就送花，立刻就被开单检举啊。那如果说你不把花拿开的话，那下面吃的就不是罚单了，你下面吃的就是国安法。而且当时他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女的吧送花，还有一个男的送花，当时是2个人，立刻被开单，你乱丢垃圾，乱丢垃圾，你不拿走的话，后面就国安法了，随便他了。所以反送中是一个历史事件，我们都经过都看过的。你回忆也不行，悼念也不行，所有这些都被禁止。那不要说这些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讲了，从1949年以来干了很多坏事情啊，什么5大运动啊，3大改造啦，反右运动啦，大跃进啦，大饥荒啦，然后这个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什么等等，64天安门屠杀，这个都是丑事，都不能讲。我一个朋友呢，前一阵到国外去，在汉城碰到一个好像上海出来一个大学生，大3的学生，然后他们反正都是华人嘛，咱们就认识了，然后就说啊，我也不熟，你也不熟，咱们结伴玩吧，他聊起来，台湾学生一听大吃一惊，你不知道白纸革命啊？在中国不知道不知道白纸革命，因为他刚好封锁了。白纸革命不知道就算了，不知道64天安门屠杀，然后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然后不知道这个人民公社，不知道大饥荒，不知道什么东西，但只知道说台湾很可恶，美国很可恶，然后以色列很可恶，只知道这些东西，就党教给他什么，他也知道什么，党没有讲了，他基本上都不知道。然后这个学生大概是算比较乖的学生，他不翻墙的。他说：“那你们同学不翻墙，同学都知道那你有不翻墙？我不敢，他不敢，所以他自我隔绝，什么都不知道。那几天他知道了很多事情，那几天3天才知道了很多事情。所以后来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那时候在台湾对大陆学生演讲，各校这边演讲，有些人出来说，听完明老师演讲，我三观尽毁，三观尽毁。”说原来我知道的历史呢，根本不是真实的事情。我没有意破坏，我只把你们真的发生的事情我讲给你们听，是这样子。好，那么要刚才讲
除了我现在定了法律，我现在把这个可以列为说这个到底什么是违法泡的底线，可我们倒没想到说，本来以为说离我这个所谓的108000里，离我这个所谓的天高皇帝远，我管不到我。可到这个层面管辖，刚刚讲他是真的已经透过他的特殊手段，用他的所谓的地痞流氓的方式，已经在各地进行制裁了。对啊，那个我们都认得的石板民夫不这样被打了吗？7月6号早上。7月6号演讲完，然后他出来进旅馆的时候呢，然后就被人家攻击了。后来当抓到了，姓廖嘛，30几岁，香港派过来的，但是是大陆籍，所以那时候香港一出问题，我就说，最后呢香港人会逃走，但香港人口不会减少。那他为什么不会减少呢？我大陆移民，大陆移民，我说大陆一定用广东跟广西移民，讲广东话的，讲广东白话的移民这边，我确定人没有少。这样你看起来呢不会太难看，所以移过来之后呢，在大陆是有案底的，就派你过来，然后就干一笔。那居然有国民党的高官说他认错人了，哎，你讲的话以前你把新闻看清楚，那个人出手打石板民夫以前，他先喊了一声石板先生，石板民夫应了，回头之后才被打。你身为国民党的高官发言人，你怎么连这都搞不清楚？这话你也敢讲？太荒唐了吧！你保护共产党也不这样保护法，共产党看完都笑死了。怎么我骗你们105年，用同样办法骗你，还被我骗？这是一个案例。然后2019年那时候不是香港这个动乱吗？台湾要支持香港吗？就办了活动叫929，就9月29号台港大游行，撑港反集权游行。好。香港很有名的女歌手何韵诗来了，来了之后她也参加游行，然后在济南路附近呢就被媒体联访。那时候你不在现场，我不在现场，被媒体联访。正在联访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戴头盔蒙面，泼油漆。他非常冷静啊。何韵诗说：“你看，这就我们在香港跟在台湾经常看到共产党对我们的打击手段，但是我们不会退缩。那当然人被抓了，也判刑了什么等等。”然后再来就是呢，铜锣湾书店那个老板林荣基，跟我也同台过的，在台湾开书店被恐吓，然后被拍照被恐吓，然后也泼漆，然后当然也抓了。再一个就是那个日本的参议院的议员叫石平，维新会的，原来是华裔，然后规划成日本人，然后来台湾开会，就坐我左边，然后就有人闯进来。就是恐吓他，当然那个人被架走了，说他被打成了，不是，你先破坏秩序嘛。那再来就是，台湾不是最近放2部电影吗？一部叫《超限战》，一部叫《国有器官》嘛，都中国不愿意，不希望你们知道的事情嘛，因为我活摘器官去卖器官，这个事情我不希望你知道。那台湾就放的电影，台湾推的电影比较有名，叫雄狮影视公司，雄狮公司。负责人姓管先生，管先生跟我讲说，他从开始放电影推这部电影到现在，推这2部电影到现在，他收到的恐吓呢，大概超过100次。哦，这么多，超过100次。有人还寄相片了，寄什么？寄一把左轮手枪跟子弹的相片给他，他就报案了。所以在台湾，在台湾这种堂而皇之的恐吓威胁，居然这样子这么嚣张在进行。有那个西门町的红楼，那附近不是放电影吗？对，我们被炸弹恐吓过几次啊？我在现场啊，警察也来了，所以后来放电影，警察在现场看呢。所以他们已经堂而皇之在台湾干这些事。已经这样干了，对。那有的时候是用台湾的协力者，那时候不是用统促会的人吗？对，统促党统促会的人吗？然后有的时候是香港派过来的，所以我刚刚讲了嘛，中共法律呢，他不认真做的写得非常好，他写的模模糊糊的，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他认真做，对，现在他真的认真做，所以你以为说你在台湾没事，现在已经看到了，石板民夫就很好的例子，然后居然还有人保护他，包庇说没有，他认错人，你再糊涂不能糊成这样。我们这人被修理完之后就轮到你了，不要以为你不是台独分子，不要以为你投票给中华民国你就不是台独，在中共眼里面你也是台独，不好意思，你只是明天台独罢了，除非你明天跪下来接受中共统治，否则你也是台独。
我得提醒你。好，那不过苗老师，我们讲到这边来讲，我们居然容忍这些人在台湾干这些事情，而且他现在2个法已经非常清楚了，而且他的制裁已经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他不是你想象的所谓用国际刑警组织，他就是用这种方式。那如果这样，他已经开始在执行他的法律，而且在台湾已经开始在干这些事情，那可是感觉上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当然有点办法了。第一就是我们对这事情要警觉，我们要认识到说这个法律是影响到我们的，不但影响到我们的主权，影响到我们的民主自由跟法治，对不对？因为他过来，他不是你如果说你用国际刑警组织，你发 APP， 你发红色通报，那我没话讲，你走的还是正规轨道。你现在用的很多不是正规轨道。对。然后那个上次谁呀？就这件新闻我一下忘掉了，有人在泰国转机被抓走了。就这2天的新闻，我现在忘掉，我回去查查，我们下次来讲。在泰国转机，所以我常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没事，你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的话，有些地方转机，有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对，有些地方连转机都不要转。有一个香港的名誉人士，他在泰国转机，他以为没事，就在泰国转机，他本来要去加拿大，然后在泰国转机要去加拿大，就在泰国被对是被找进去。对，没有错，是这样。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真的说合法执法，我没话讲。我现在讲的都是他本身呢用的是黑社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是在执法，他在跨境犯法。他的行为是国际跨境的恐怖主义行为，一点都不错。所以现在国际注意到这2个法律了，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你说一点办法没有？有办法，让大家都知道，然后形成国际舆论去制裁他，这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们能够反击的地方，我们必须反击。比如说，你对于这个跨境来犯法这些人呢，你怎么制裁？怎么样去用法律去制裁他？那这点呢，我们得修法。还有就是台湾内部的协力者，我们得抓出来，因为你外地来的人，你不会这么熟悉台湾的地理环境的。你说他如果来，他去打石柏民夫，绝对已经有帮他勘察过现场了。谁带他看他现场？一定有台湾人带他看他现场。那这人是协力者，你应该有刑责的，对不对？那问题是看我们的法律是不是能够管到这一块，对，我们是不是要修法？当然了，在民主国家做这事情总是有一定的难度，我们都知道。但是这就是民主国家可贵。但是我们在面对极权主义挑战或面对极权主义的这种迫害跟渗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提高警觉。那我最后一个就是，你看他现在打的对象都是香港人或者是日本人，他有一点石柏民夫是台湾人，他不是石柏民夫是台湾人，他已经入籍了，拿身份证了，我看过。那他接下来会打，他真的会动一般的台湾人吗？你我不是吗？你我不是吗？所以你有这样的威胁感？不，我已经受过威胁了。你已经受过威胁了。已经明白讲会杀我。明白讲，我已经发过不自杀声明了。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讲，很多人看到的，中国推出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案，又推过了互联网信息这个管理办法，想说各位什么关系？可是你要看，他现在说你在国外、在境外，你发表这个对中国民族团结有这个事情，我可以制裁你，而且我会进行制裁。你想说跟我什么关系？你怎么可能到台湾来执行？不。他现在已经透过他的手段，用他的方式找他的协力厂商，已经在台湾，或许会讲说这件人跟台湾没有关，但有一天他真的对台湾人这样做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为时太晚了。非常谢谢苗老师又帮我们告诉我们中国的真面目，谢谢。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
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